一個20歲的年輕人剛剛送走父親，迎面等來的不是安慰，而是皇帝的軟禁和審問。一個被猜忌過的罪臣之子，後來卻成為了東吳最後的護國長城。他活着，西晉不敢輕易列吳；他一死，三國結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lo， 今天我們來聊陸抗、陸佑節。提起陸抗，我們第一時間會聯想到他的父親陸遜。我們在陸遜那一期有講過，早年的陸遜可以說是得到了孫權的高度信任。孫權曾經把玉玺放在他的家裡，兩國往來的國書都要先給他看，再做決策。可到了晚年，陸遜在被孫權反覆的責備與猜忌中一病不起，最終病死於家中。陸遜去世的時候，陸抗才20歲，拜建武校尉，接管父親留下的5000部众，護送父親的靈柩東歸。從出身來看，陸抗是陸遜的兒子，孫策的外孫。這樣的出身放在東吳，可以說是妥妥的官二代。可陸遜之死，讓20歲的陸抗一登場就站在人生最危險的關口。就在陸遜的靈柩還沒有回到故鄉的時候，孫權就把陸抗扣在建業，禁止賓客往來，然後派宗室拿着楊竹當年告發陸遜的20條罪狀，一條一條的審問陸抗。史書記載，抗無所顧問，事事條達，權宜見解。陸抗沒有找人商量，也沒有哭天搶地，就是一條一條的回答，條理清楚，事實明白。最後，孫權的心結才慢慢的解開。這不是普通20歲年輕人的心理素質，陸抗面對的也不是普通的詢問，而是一場極度危險的政治審問。陸遜剛剛被孫權逼死，案子是沒有翻篇的。孫權拿出來的20條罪狀是晚年孫權的心結。陸抗身邊沒有幕僚，沒有親友，面對皇帝派來的特使，答錯一句，陸遜的罪名可能就被坐實。一旦坐實的，陸家和陸遜的舊部都有可能會被繼續清算。所以陸抗無所顧問，事事條達，一條條的把事情講清楚，最後讓孫權一見解。759年，也就是西元26年，陸抗升為歷節中郎將，和諸葛恪換房裁商。陸抗離開駐地之前，把城牆、營房全部修好，桑樹、果樹也不許隨便砍伐。諸葛恪來接手的時候，看到營地整整齊齊，好像新的一樣。反過來，諸葛恪留給陸抗的柴桑舊營卻破敗不堪，所以諸葛恪自己心裡也覺得慚愧。細節決定了一個人的上限。諸葛恪的才能，孫權是很賞識的，但從這個細節，我們可以猜到，諸葛恪應該是一個非常輕浮的人。相比之下，陸抗沒有那麼愛表現。可通過這次的交接，我們會發現陸抗的責任心也是非常強的。太原元年，陸抗進都城治病，病好了回去的時候，孫權流着淚對他說：“吾前聽用讒言，與汝父大義不篤，以此負汝。”意思就是我以前聽信讒言，對不起你的父親，也對不起你。隨後，孫權還讓陸抗把前後那些審問的文書全部燒掉，不要再讓別人看到。有人說正義會遲到，但絕不會缺席。可你遲到的正義又有何意義呢？這個道歉來得太晚，陸遜已經死了，陸家受過的委屈也不可能真的被抹平。但陸抗最後還是選擇繼續為東吳效力。為什麼？因為陸家扎根在江東，他的命運、家族的命運、東吳的命運早就已經綁在一起。早年的陸遜放下了家族仇恨，跟隨了孫權。現如今，陸抗也放下了復仇，繼續為東吳效力。我在陸遜那一期說漏了一個點：早年袁術派孫策攻打廬江，而廬江太守正是陸遜的爺爺陸康。孫策攻打廬江2年，陸氏家族100多人，將近有一半人是死於孫策之手，或者說是間接死於孫策之手。成年後的陸遜放下了這段仇恨，應召入孫權幕府。同樣，今天的陸抗也放下父親韓淵的仇恨，再次選擇效力孫權。建興元年，孫權駕崩，孫亮繼位，陸抗被拜為奮威將軍。5年以後，魏國的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走投無路，殺了揚州刺史，据守寿春，然後派自己的兒子去東吳當人質，換取救兵。陸抗率軍北上策應，在戰場上擊破了魏軍的衙門将軍和偏將軍，隨後晉升為中北將軍。西元264年，孫皓繼位，
在我們的印象中，孫皓是一個暴君、亡國之主。可在他繼位之初，也曾經開倉賑災、減省宮女，放生宮中飼養的鳥獸，舉國上下奔走相告，稱他為令主。這個令主也就是賢明的君主。不過沒過多久，他的本性就藏不住了。有個叫王藩的人入朝的時候，因為眼神不合他的意，被當场斩首。具體是因為什麼事，史書沒有明說。我猜想，大概率就是因為勸諫孫皓，結果孫皓沒有聽，然後他的臉色可能不大好看，讓孫皓不爽，動了殺心。但這並不是個例，在宮中，他經常把武力的妃嬪、宮女剝面皮、挖眼珠，其殘暴程度和董卓相比，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朝堂之上，敢開口說話的人越來越少。與此同時，他不斷地派兵襲擊魏國的邊境，屢戰屢敗，卻又窮兵黷武，國力也被一點一點掏空。為了躲避魏軍的鋒芒，孫皓強行遷都武昌，百姓怨聲載道。但此次遷都，邊境的壓力並沒有減輕，所以此時的孫皓需要一個能夠撐得住西線的人。於是加封陸抗為鎮軍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這就有意思了。益州在哪？西蜀。此時的西蜀已經滅亡，益州自然也不在東吳的版圖範圍之內，所以這個益州牧的头銜是虛的。不過孫皓這個意圖也很明顯，那就是西邊的事情你說了算。第2年，司馬炎篡位，建立晉朝，魏國滅亡。此時東吳面對的已經不是三國鼎立的曹魏，而是吃下北方和巴蜀之後的晉。陸抗看得很清楚，所以他一邊守城，一邊不斷地勸誡孫皓。他說：“國家不能只靠長江天險。當年6國之所以被秦吞併，西楚霸王項羽之所以輸給劉邦，都是因為內政不修，人心不穩。”他甚至說自己終夜伏枕，陵寢忘食，半夜睡不着，飯都吃不下。孫皓這邊和晚年的劉禪很像，小人弄權，宦官干政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陸抗的奏折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。即便收到了，面對陸抗的勸諫，孫皓也是置之不理。西元272年，陸抗麾下的西陵都不產趁他不備，開城降晉。西陵是長江上游的大門，這個地方一旦被晉國拿下，晉軍順江而下，東吳西線就被撕開。更要命的是，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爭，陸抗手裡真正能作戰的兵大概只有3萬人。而西晉這邊，楊戶、楊志、徐應3路壓境，有8萬人。也就是說，陸抗面對的不是普通的叛亂，而是一場裡應外合、三面受敵的生死局。西陵城裡有不產叛軍，外邊有西晉援軍，江陵方向還有楊戶牽制。如果打得太慢，不產就守住了；如果打得太急，等晉軍到了，就會被前後夾擊。所以這場仗真正難的地方，不是3萬人打8萬人。而是陸抗必須在兵力劣勢的情況下，同時解決內亂、外援和江陵牽制的這3個問題。陸抗聽到這個消息，立刻命左翼、武曄、蔡貢等人直奔西陵。等他到了西陵之後，沒有馬上強攻不產，而是下令修圍牆。這個士兵就很費解，現在士氣正盛，直接打不產，晉軍來之前肯定能拿下，何必修牆折磨自己呢？陸抗說不行。西陵城地勢堅固，糧食充足，而且城裡的防禦器械很多就是我以前帶着大家一起規劃修的。現在掉頭攻自己修過的堅城，不可能打得下來。就算打得下來，也不能這麼幹，不然豈不是暴露了我當年的豆腐渣工程嗎？開個玩笑，陸抗最擔心的還是晉軍的援兵。如果外圍沒有防線，強行攻城，晉軍一到就會腹背受敵。但是呢，還是有人不信邪，比如宜都太守的雷谭，陸抗就說你行你上，結果雷谭率軍攻了數日，打不下來，大家這才服氣，這才相信你陸抗沒有搞豆腐渣。隨後大家老老實實把城牆修了起來。這就是主帥和普通將領的區別。普通人看到的是眼前能不能爽打一波，陸抗看到的是幾個月之後敵人援軍來了，整個戰場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。這個時候，晉國的大將楊戶率軍向西陵進軍，部將都勸陸抗趕緊去救江陵。陸抗說：“江陵城固兵足，無所憂患。江陵城堅固，兵力充足，我修的城，我能不知道嗎？武寧棄江陵而復西陵，況江陵牢固乎？我寧肯先暫時放棄江陵，也要先解決西陵的問題。”
在陸抗眼裡，江陵就算被晋軍拿下，晋軍深入吳境也未必守得住。可西陵如果讓步闡扎穩，再勾連南山群夷，東吳的西線就會從內部爛掉。外患可以擋，內亂必須先掐死。攘外必先安內，沒錯。而且陸抗早有預案，他之前讓人修大堰，把平地漸漸的淹成水障，就是用來阻擋晉軍的道路。不過楊戶也不是普通人，他一看有水，就想着反過来用這個水稻運糧。這樣一來，陸抗就反為他人做了嫁衣。陸抗反應過來之後，馬上命人拆除大堰。這個時候，諸將又費解了：這辛辛苦苦修的大堰，怎麼說拆就拆呢？你看，陸抗和楊戶可謂是高手過招，棋逢對手。緊接着，晉軍3路大軍壓境，徐應率水軍到建平，楊照到西陵，楊戶牽制江陵。陸抗開始精密分兵，張銜固守江陵，孫尊防楊戶，劉慮、朱绾擋徐應，自己則親率主力依托圍牆對抗楊照。關鍵時刻又出事了，吳軍裡的朱橋、豫戰投降了楊照。豫戰是陸抗軍中的舊力，知道吳軍的虛實，陸抗立刻判斷。豫戰知道我們這裡的疑兵平時訓練不足，如果進軍攻打，一定會先打這個弱點。於是當天夜裡，陸抗把這片防區的疑兵全部換下，換成了老練的將士。結果第二天，楊照果然猛攻這裡，結果一頭撞上了陸抗換好的精銳。吳軍的矢石如雨，晉軍死傷相連。楊照圍了1個多月，最後被迫撤退。陸抗把主力留着繼續防守，然後開始擂鼓示威，佯裝要大舉追擊。晉軍一聽鼓聲，嚇得丟盔棄甲。此時的陸抗再派親兵追殺，最終楊照大敗。楊戶等人見局勢已變，也只能撤軍。最後，陸抗攻陷西陵，誅殺步闡以及將領，隨後修好圍城工事，返回樂鄉，既無慶功，也無張揚，一如往常。很多人打贏一場仗都會大擺慶功宴，但陸抗沒有。他在審問面前淡定，在大勝之後也淡定。或許他是一個 I 人，但他身上所散發的一定是一個真正的主帥氣質。西陵之戰之後，陸抗加拜為都護，但這場勝利並沒有讓他盲目樂觀，因為他知道東吳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座城，而是整個國勢已經往下走。據說陸抗和楊戶之間也亦敵亦友，互相佩服。這陸抗送酒給楊戶，楊戶不疑，直接喝。陸抗生病，楊戶送藥，陸抗也推心服用。他和楊戶之間，後人稱之為楊陸之交。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在2戰期間，德軍和義軍在平安夜的晚上還相互交換香煙，相互交換巧克力，還來了一場友誼的足球賽。看來這個楊陸之交沒有國界。陸抗還告誡邊境的守軍：“彼專為德，我專為報，是不戰而自服也。”也就是說，如果對方一直在做仁德的事情，我們這邊只會粗暴爭小利，那不用打，在民心上咱們就已經輸了。所以咱們雙方各守邊界，不要貪圖小便宜。如果牛馬跑到對方的境內，可以通報取回。打獵時，吳軍拿到晉人先射傷的獵物，也應該送還。孫皓聽說吳軍邊境這麼和氣，還責問陸抗。陸抗回答得很漂亮：異鄉一役都不能沒有信義之人，何況大國乎？我這樣做正是為了不讓楊戶的德行單方面顯得更高，對楊戶沒有損害，對我東吳反而有利。這個邏輯很妙。陸抗不是天真，他知道楊戶仁德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攻心。如果東吳只會用暴力回應，百姓只會覺得晉更像未來。所以嘛，要搞好統戰，就要用信義守住人心。打仗打到這個層面，已經不是用刀槍，而是政治心理。就像馬謖說的：“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。”那些天天狂轟濫炸、文攻武嚇的，只會讓對方更加厭惡、更惡心。可惜，陸抗人守邊境，卻救不了朝廷。他聽說薛穎被下獄，又上書，在奏摺中說：“樓旋、王藩哪一個不是東吳的棟梁呢？如今有人人頭落地，有人被發配，有的甚至死後還要被焚屍棄水。這一樁樁、一件件，讓世人心寒，讓百姓噤聲。
朝廷殺的不是一個人，是所有人開口說話的膽子。防民之口勝於防川。古話說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驚。寧肯放過不合常規的人，也不要錯殺一個無辜的人。於是他請求孫皓赦免血議，清理刑獄。後來東吳頻繁用兵，百姓疲憊，陸抗又勸諫孫皓不要窮兵黷武。他說：“現在不去富國強兵，不去重視農業積穀，不讓人才各盡其用，反而聽信武將，為了功勳，為了民生，不斷出兵，最後必然是錢糧耗盡，士卒疲憊。到那個時候，敵人未損一分，我們自己先垮。”就是一句話，別搞窮兵黷武。可這些話，孫皓壓根不會聽。鳳凰2年，陸抗被拜為大司馬，領荊州牧。鳳凰3年，他病重，人在病床上還寫下了最後一道奏書。他說：“西陵、建平是國家的門戶，敵軍一旦順流而下，戰船千里，快如閃電，根本來不及救援。我爹陸遜當年也說過，西陵國之西門，雖雲易守，易復易失。看着好守，其實最容易出事。西陵一丟，不只是丟一座城，而是丟了整個荊州。臣統轄千里，四面受敵，外有強勁虎視，內有百蠻蠢動，手中卻只有幾萬騎兵。咱們吳國那些王爺年紀尚小，手裡卻帶着兵，而且宦官私下裡還募兵，朝廷的逃兵躲在林戶裡，這些都應該徹查清楚。當前需要把人還給前線，我這邊至少還需要8萬人，不然即便是韓信白起復生，也回天乏術。若臣死之後，其以西方為屬，願陛下思覽臣言，則臣死且不朽。我死之後，請陛下務必把西方邊防當成大事，只要陛下肯看、肯採納我的話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和陸遜一樣，臨終前想的不是自己的家產，不是兒孫的富貴，而是西陵、建平和長江防線。陸抗人如其名，對得起右姐這2個字。同年秋天，陸抗去世，東吳最後一根能撐起西線的梁柱倒。陸抗死後，他的兒子陸偃、陸景、陸玄、陸基、陸雲分別領兵。到了天紀4年，也就是西元280年，西晉大舉伐吳，龍驤將軍王浚順流東下，所到之處幾乎一路攻克，完全應驗了陸抗生前的代言。陸偃被王浚別軍所殺，陸景隨後遇害，年僅31歲。陸基、陸雲後來入洛陽，成為了江南文壇的代表人物。當時還有人說，伐吳最大的收益就是得到了江南這2位才俊。可惜的是，若干年後，司馬炎去世，何不食肉糜的白狮皇帝司馬衷继位，引發了八王之亂。陸基、陸雲被捲入了權力的鬥爭中，最后無罪遭誅，陸家3族盡數被毀。當年孫策幾乎滅了一半的陸氏家族，陸遜以大局為重，放下了仇恨，效忠東吳。陸抗也放下了怨恨，繼父親之遺志，守東吳之邊疆。可如今到了第3代，陸氏的家族依然沒有保住滅族的命運。只能說世事無常，亂世裡面，再好的家族，再大的才華，一旦落入失控的政治機器，都可能被碾碎。所以我們回看陸抗，他最厲害的地方不是3萬破8萬，也不是西陵之戰的神機妙算，而是在他身上有3種寶貴的東西：陸遜式的戰略眼光，江東士族的責任感，還有亂世名將少見的克制和信義。他知道什麼時候該修牆，什麼時候該破堰，什麼時候該殺，什麼時候該射。這樣的人放在任何時代都是國家真正的栋樑。陸抗活着，東吳還能拖住西晉；陸抗一死，長江防線的漏洞再也沒有人能夠補上。三國最後的餘火也慢慢熄滅了。好了，關於陸抗，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。如果覺得有遺漏或者有誤，歡迎在下方評論區進行補充。最後，別忘了點讚訂閱。有條件的小夥伴可以點擊下方超級感謝按鈕。我是卡洛，我們下期
再見。将軍，背後是水，退路何在？不退路，才有破趙。回營會師，背水布陣，韓信這是自絕生力。趙軍一出營，你們就繞山入壁，拔趙旗，立漢赤旗。得令，換旗，一面都不要留。擊鼓，合圍。